同事出差开了个标间，赶了一天路，我是真累坏了，直接上床睡觉。同事却精神抖擞，忙着要去打牌，不知睡了多久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听到开门的声音，肯定是同事回来了。没多想，翻个身继续睡。一觉醒来，疲惫更甚，刚睁开眼就听滴滴2声，同事推门进来，真他妈倒霉，打一晚上通宵，就老子一直输。我转头看向旁边整洁的床，不寒而栗。昨晚进来的是谁？今天赶了一天路，飞机转动车再转大巴，终于到了项目所在地。这是个资源型县城，土矿被开发完后，大部分项目都迁走了。我们这次出差的目的就是完成项目设备清算。这县里只有一家还不错的酒店，建在山上，县城里已看不到太多人了，但这家酒店生意倒是火爆，大多都是来给项目收尾的。到酒店时已经是晚上20点多，我累得不行，随便收拾一下就准备睡觉。和我一起出差的同事老李却显得神采奕奕，嚷着要到隔壁房找老钱和小林打牌。老李和老钱是采购部的老人，经常出差，两人每次到项目上都要拽着供应商打牌。小林则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。我调侃了老李一句，别打着打着打到哪个按摩店了哟。老李转头对我坏笑，没接话，转身关门离开。实在困得撑不住，眼皮不停打架，跳到床上我就直接睡了过去。半夜我被楼上一阵咚咚声吵醒，迷迷糊糊间听到有人开门关门，没多想，肯定是老李回来了。窸窸窣窣折腾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躺下。我翻了个身，便又沉沉睡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手机闹铃吵醒，挣扎着睁开眼，感觉头昏脑胀，异常疲惫。不应该啊，昨晚我睡那么早，怎么还是一点精神没有？没等我多想，就听到有人推门进来，我吓了一跳，循着开门声看去，真 TM 倒霉，打一晚上通宵，就老子一直输。说话的是老李，我盯着他，一脸疑惑，下意识看向另一张床，床面整洁，干干净净，就连床尾那条床旗都没被掀开过。很明显，老李昨晚根本就没回来睡觉。一瞬间，我汗毛竖立，脑子都清醒了。老李，你昨晚没回来睡？没呀，昨晚老子一直输，后半夜好不容易来2把大牌，这2个狗日的，一看我来劲了，都不跟，真他娘的精。那你昨晚就有没有回来过？没啊，我连他们房门都没出。咋啦？没有，估计是我睡懵了吧。我敲了敲自己脑袋，心想昨晚这么迷糊，估计是做了个梦。老李看了看我，也没说啥，转身走进卫生间洗漱起来。一会儿，我和老李到酒店1楼吃早餐，刚好遇到了小林和老钱。老钱和老李这俩赌鬼，通宵打牌，但一点疲倦的样子都没有，反倒是小林顶着个黑眼圈，没一点精气神。我拽着小林去拿吃的，问他昨晚赢了不少吧？赢个屁呀，打了1晚，赢的全给他俩点宵夜了，哈哈哈。那看来是老钱赢得多呀。对了，昨晚你们一直在屋里，老李没出来过？没呀，老李昨晚一直在我们房间，不过中间我下楼去拿外卖了，停了一小会儿。小林的话反而让我疑惑，老李会不会是趁着这个间隙回了趟房间？他要是真回来了，那他今早怎么不承认？算了，反正我身上又没少块肉，管他回没回来。第二天晚上，老钱又约打牌，老李摩拳擦掌，嘿嘿嘿，老子今天晚上一定要翻本，你们玩吧。估计昨晚没睡好，我今天是一点精神都没有，上午在工地还差点被设备撞到，今晚必须好好补个觉。老李见我没兴趣，就自己去了老钱房间。很快我又睡着了，不一会儿，楼上咚咚的声音又把我吵醒。我在心里暗骂，楼上是不是有病，天天大半夜练打桩呢？突然我想到件事，背后一凉，惊出一身冷汗。今天上午出门前，我特地看了一眼我们住的酒店，一共5层，我们住的是5楼，楼上根本没有房间。还没等我多想，就感觉脸上有东西拂过，我紧张的绷直了身子，身体开始止不住发热。我感觉到好像是人的头发刺在我脸上，我不敢睁眼，生怕是遇到抢劫犯或小偷之类的，要是他发现我醒了，说不定会杀人灭口。虽然害怕，但好奇心还是驱使我将眼睛稍微眯开一丝缝隙，缝隙中一张脸正紧贴着我的脸，他的头发从两边垂下，一根根戳在我的脸上。那张脸没有一点立体感，整个鼻子往后挤，鼻梁像被挤断一般往左偏移，黏黏在脸上，唯一往外凸的是2颗翻白的眼球，整张脸青一块紫一块。虽然五官已经严重变形，但我认得出这就是老李。老李本就留着一头狼尾长发，只是平时上班都扎了起来。我不敢出声，赶忙把眼睛闭紧，心脏猛跳。我感觉到他正在我面前疯狂吮吸着什么，能听到微弱的吸入声，原本绷紧的神经随着他每次的吸入渐渐松弛下来，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，一阵一阵，脑子越来越重，整个人像要凹陷进身下的床垫中。我努力想让自己保持清醒，但不一会儿便没了意识。等我再睁开眼，已经是早上了。我赶忙坐起身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看向隔壁床，依然空无一物。昨晚的一切显得无比真实，但回想那恐怖的画面，竟让我一时无法确定自己是真遇到了鬼，还是着了梦魇。就在我大脑一片混乱之际，闹铃声叮叮当当响了起来，紧接着老李如昨天早上般推门走了进来。看着他，我想到昨晚那张诡异的脸，忍不住打了个冷噤。老李看我端坐在床上，唤我一起下楼吃早餐，说完便关门走了。我安慰自己，肯定是着了梦魇，这2天这么累，遇到鬼压床也合情合理。正当我准备起身穿鞋时，突然想到一个细节，按说老李已经连续2个晚上没睡觉了，但刚刚看他的样子，竟没一丝疲惫，哪像连着通宵2晚的人。我心里开始犯嘀咕，一种超乎常理但好似可以解释这情况的理由出现在我脑中。老李昨晚有没有可能是在吸我的阳气？我之前看灵异小说就有作者写过，阴魂
专门吸食活人阳气，被吸走阳气的人会一天比一天疲累，阳气被吸干，人也就死了。想到这，我头皮开始发麻，背上冷汗直冒，不行，得找小林问问。我赶忙穿好衣服，敲开小林房间，老钱不在，估计是跟老李吃早餐去了。你怎么不下去吃早餐？看着小林比昨天更深的黑眼圈，我心里更是无法平静。这 TM 才是连续通宵了2个晚上的样子，我有点吃不下去，想多歇会儿。小林有气无力地回答我，看着他疲惫不堪的样子，我拉了个椅子坐他面前，小心地看了眼紧闭的房门，便跟小林说起昨晚遇到的怪事。本以为小林会嘲笑我肯定是在做梦，但他不停咬自己嘴唇的动作以及躲闪的眼神，我猜测小林肯定知道些什么。林子，我跟你说，虽然我不能100%确定，但昨晚发生的一切我感觉非常真实。小林不说话，好像胸口被石头压着一般，闷声喘着粗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小声说，哥，我发现钱哥也有点不对劲。小林的话让我一惊，哪里不对劲了？你看到了什么？这2天晚上打牌到后半夜，我都想着主动给他们点宵夜吃，毕竟我刚毕业，以后肯定得仰仗他们多带带。但连续2晚点宵夜时，钱哥都很奇怪，他让我必须给他点碗米饭。这大半夜的，哪有人宵夜要吃米饭的呀？但我也没多想，就给他点了。2个晚上，李哥都不吃我点的东西，他说他不饿，但钱哥他吃饭会先往饭盒里倒上凉水，把菜和饭泡在一起，然后再吃。我倒是听说过南方好像有白水泡饭这种吃法，但我和钱哥是老乡啊，在我们那里这水饭是给死人吃的。还没等小林说完，便听到有人敲门，老钱的声音传来，开门。我没带房卡，我和小林都被吓了一跳，哆嗦着谁也不敢去开门。老钱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响，从最开始的手指扣门变成用锤头砸门。我看了小林一眼，他被吓得脸色苍白。我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，起身把门打开。门外老李和老钱2人直直地站着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我感觉2人都不太对劲，僵硬的面部，看不出一丝表情，浑身散发着阴森的气息。你俩怎么这么久才开门？老钱说话的时候只有嘴在动，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。我来叫小林吃饭，但看他脸色很差，就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。我赶忙找了个借口打了个岔，老钱也没怀疑，径直走向屋内。今天不用去工地了，刚刚公司打电话来和供应商谈好了，他们派车，明天我们直接到工地上清点设备，装车拉回去就行，难得休息。来，咱接着打牌。老钱说完这话，紧绷的脸上终于舒展开来，他身后的老李也眯笑着往里走。我今天没力气打了，钱哥。小林看着老钱和老李，身子直哆嗦。哎呀，打牌要啥力气？你出钱就行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老李边说边把椅子和桌子搬到床前。小张今天也在，来，我们4个人斗个天昏地暗。虽然我心里也直发慌，但半推半就的便也坐了下来。我心不在焉的配合着这场牌局，看着眼前与正常人无异的老钱和老李，脑海中不停重现昨晚恐怖的画面。小林刚才对我说的话也时不时从心底窜出来，这让我更是烦躁，根本没心思玩牌，不停敷衍。期间我偷偷看了几次小林，他的状态和我差不多，神情紧张，明显没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牌上。打了好一会儿，小林突然开口，张哥，我这钱输的差不多了，你那是不是还有现金？借我点。我一听这话，顿时会意，有啊，在我包里，你跟我到房间去取。说着我便站起身来，准备往门口走。看老李和老钱没什么反应，小林也起身跟着我出了房门。进到我房间，他就赶紧把门关上。张哥，我扛不住了，不知道为啥，我现在看什么都觉得特诡异，喘气都越来越困难。我知道小林是精神压力太大了，当然我自己也好不到哪去。林子，你听我说，不管这事是不是我们多心，咱俩得先远离他俩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从我们开始打牌到现在，没听到一点动静？我记得昨天酒店还是爆满的，人来人往，但今天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看了眼窗外，现在刚中午，烈日当空，但一片死寂。虽然这酒店在山上，但门前就是一条山路，此刻竟一点声音都听不到，周围的一切都透露着一种诡异的氛围。林子，咱俩现在出去，先离开这酒店再说。坐电梯是肯定是不行了，电梯在他们房间旁边，刚刚出来的时候我看你没有把门关上，我俩现在过去肯定得被他们发现。我们走另一边，从安全通道下去。小林看着我，苍白的脸上一点生气都没有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我小心翼翼打开房门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，探出头去看了眼老李老钱所在的那间房，门仍是开着的。另外一侧的走廊，安全通道隔我们不到10米，我蹑手蹑脚走出来，慢慢靠近安全通道。小林紧跟在我身后，安全通道的指示灯亮着骇人的绿光，走廊两侧所有的房间都紧闭房门，整个酒店好像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就到了安全通道门口，我缓慢地拧开安全通道的门把手，走进去，又轻轻把门关上。进到楼梯间，我俩都舒了口气，心脏止不住乱跳，神经极致紧绷的状态下，我和小林早已大汗淋漓。好在这楼梯间的灯非常亮，一点也不觉得阴森恐怖。大口喘了一会儿，我俩赶忙朝楼下走去。5层楼的高度，我俩仿佛走了很久，边走边忍不住朝后方楼梯口望去，生怕背后突然出来个什么东西。我们越走越快，越跑越快，终于到了1楼。我用力拉开安全门，眼前的景象终于让我意识到，这诡异的一切竟都是真的。安全门外根本没有酒店大厅，依旧是一条狭长的酒店走廊，离我最近的一间房门号上写着0523。我顺着走廊望去，整个过道只有一间房门是敞开的，位置刚好就是5楼老钱和老李所在的那间房。难道这里还是5楼？我和小林本能地退回楼梯间，关上了安全门。此刻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，整个人慌乱起来。
起来。张哥，张哥，完了，我们遇到鬼打墙了，他俩肯定不是人，你昨晚看到的是真的，我的猜测也是真的，咱俩完了。小林惊慌失措，嘴中不停念叨，原本看似安全的楼梯间，此刻好像也不是那么安全了。我看着小林已经快神志不清的样子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的突破口，我们退上去，1楼是5楼，那我们从2楼出，然后从2楼坐电梯下去，这鬼打墙总不能连电梯也糟了吧？对，张哥，我们从2楼坐电梯下去。原本神情恍惚的小林顿时来了点精神，我俩忙向楼上跑去，3步并作2步，基本是跳着台阶上去的。很快我俩就到了2楼，刚打开安全门又傻眼了，2楼和1楼完全不同，眼前一片漆黑，房间门都是敞开的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焦的气息。虽然这2楼也很诡异，但跟5楼比少了2个可能不是人的东西。我想都没想就硬着头皮走了出去。进入2楼后，我才发现这层所有的房间都被烧焦了。敞开的房门后，能看到屋内物品被烧毁后的残骸。透过一间房门向里望去，视线穿过整个房间，直奔阳台窗外。原本正午时分的烈日已经消失不见，窗外如夜般漆黑，看不到一点光亮，甚至连月光都没有。心里的恐惧到达了顶峰，我感觉自己快扛不住了。阴森寒冷的走廊里，我额头和后背不停冒着冷汗，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我和小林不约而同跑了起来，直奔电梯口。可让人绝望的是，电梯停运了，不是故障，整个电梯像没电一般，控制面板熄灭，按键没有亮灯。我用手狂拍按键，电梯仍然没有任何反应。无尽的绝望朝我们袭来，我和小林僵直了身子，一动不动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身后的房间开始传来哒哒皮鞋落地的声音，转头一看，一个全身烧焦、皮肤溃烂的人形正向我们走来。小林忍不住叫出了声，叫声因恐惧而变得更像是怒吼。钱，是钱哥！小林大喊。我看向那人形的脸，严重的烧伤让他脸上的皮肤已经蜷缩起来，五官挤在一起，但确实能辨认出来，这个被烧焦的人就是老钱。不知从哪来的力气，我一把抓起小林就往安全通道跑去。我感觉这辈子我都没跑这么快过。近30米的走廊，没多久我就到了安全通道前，拉开安全门，直接冲了进去，一把将安全门关上。巨大的声响把楼梯间所有的灯都唤醒了。我和小林背靠着安全门，身体用力顶住，整个楼梯间除了我俩的喘气声，听不到一点动静。上3楼，我控制不住声音，咆哮了一声，往楼上跑去。不出所料，3、4楼与2楼一模一样，都是焦黑一片，电梯也都不能用，这断了我俩最后的念想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折回楼梯间。哥，咋办啊？我不想死啊！别急，还有机会，我们得冷静下来。大口喘了会儿气，脑袋稍微没那么热了。2、3、4楼不用去了，电梯没用。5楼的电梯我们还没看过，上面走廊亮着灯，说明有电，电梯说不定是可以用的。如果1楼就是5楼，那我们去1楼有2次机会。如果鬼打墙消失了，我们直接就逃出去了；如果还是5楼，那我们就用最快的速度冲到电梯口。说罢，我和小林又来到1楼，这是最后的希望了。想着，我拉开了安全门，依旧是5楼的走廊，灯火通明。除此之外，安全门外还站着一个人。老钱并不是烧焦的模样，还是刚才拉着我们打牌的正常老钱。他疑惑地看着我俩，你俩干嘛去？等你们半天了，怎么从楼梯口走上来？我和小林对视了一眼，我俩饿了，想着去楼下给你们买了午饭来吃，但1楼门被锁住了，出不去，我俩就又爬了上来。吃什么饭呀？一会儿点外卖就行，赶紧吧，老李等得不耐烦了。说完，老钱就转身朝房间走去，我和小林没办法，跟在他身后。等路过我房间时，我立马用房卡刷开门，一把将小林拽了进去，用力把门关上。开门，你俩干嘛呢？门外老钱开始砸门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林子，你刚看到了吧？5楼的电梯面板还是暗的，刚刚我们就没想着坐电梯，所以没注意。刚跟在老李身后，我就探出身子向前方走廊尽头望去，电梯面板上依旧没有一点灯亮。听完我说的，小林绝望地点了点头。我看了眼恢复白昼的窗外，没时间疑惑，我开始掀开铺在床上的床单，把床单扯下来，把被套抽出来，拧成绳。现在外面是正常的，我们从窗口下去。小林赶紧照我说的做，不一会儿就把逃生绳弄好了。我把它丢出窗外，向下望去，这床单拧成的，绳子离地面还有一大截，但顾不了这么多，就算一会儿摔断了腿，我也只能从这下去。我让小林把绳子一端固定在房间里，开始顺着往下爬，一点风都没有。这燥热的午后让我手心沾满了汗。砰，门被推开了，我抬头看了一眼，小林刚要准备往下爬，就被老钱一把揪了回去。没时间多想，我低头往下看，绳子的末端竟然站着个人。老李静静地站在楼下，抬头看着我笑，他的脸和昨晚我看到的一样，像被压平的白纸，五官挤在一起，青一块紫一块。我被吓得差点松开了手，心一横，从4楼阳台跳了进去。楼上传来小林的惨叫声，我抬起头，雪滴答滴答顺着阳台落下。小林睁着惊恐的眼睛，头朝下趴在阳栏杆上，脑袋悬空，直直瞪着楼下。4楼还是漆黑一片，没有丁点变化，空气中弥漫的烧焦味让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地狱。我冲出房间，被烧得焦黑的老钱不知从哪冒出来，一把抓住了我的脚，我一个趔趄摔倒在地。我用另一只脚一踹，挣脱开来，想都没想，我直接冲进了安全通道，顺着楼梯来到2楼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是死是活，赌一把。我刚刚看到像鬼一样的老李正站在酒店的背侧，那酒店的正面可能是安全的。我从2楼安全门跑出，直奔另一侧的房间，没有一丝犹豫，踩着阳台栏杆纵身一跃，跳了下去。落地的瞬
瞬间，我感到下身一阵吃痛，腿应该是断了。我挣扎着抬头，咬牙忍着剧痛，看了眼天空，浅蓝色的天上嵌着几朵青色的云，太阳躲在云后露出大半，周围一片光明，终于安全了。等等，这路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刚准备大声呼救，肩上被拍了一下，我转过身，老李那张被压扁变形的脸就在我眼前。等我醒来时，正躺在医院床位上，妻子和医生兴奋地看着我，站在床边的女儿朝我眨眨眼。我环顾四周，一切正常，窗外阳光正媚，光从窗口洒进来，照得房间透亮。隔壁病床上侧卧着正酣睡的病人，门外来来往往的医生和护士，熙熙攘攘，一切都显得真实。医生对妻子说：“醒过来就好，没什么大碍，应该是吸入太多烟雾进入肺里，造成一氧化碳中毒，观察几天，没什么大问题就可以出院了。”听着医生的话，我开始整理起自己的记忆。我和老钱、老李、小林4人一起出差，在酒店里，老钱约大家打牌，我也参加了。我们打了整整1个通宵，我输了15万，这是攒着给我女儿做手术的钱。我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从小身子就弱，医生说做开胸手术有治愈的可能，但手术费用比较高，需要从省外请专家来飞刀。这些年，我和妻子省吃俭用，努力工作，就是盼望着早一天能攒够手术的钱。但这次出差，鬼迷心窍的我，在老钱的怂恿下，竟然想通过赌的方式加快凑齐女儿的手术费，10赌9输。这道理我不是不懂，但就是那一点点侥幸心理，将我一步步推入深渊。当我在凝望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正在凝望着我。赌狗本就不值得同情，我浑浑噩噩地走出老钱和小林的房间，身后老李和老钱谈笑的声音渐渐变小，脑中只剩下嗡嗡声。从他们房间到我房间的这几步路，我走得沉重且缓慢。进入房间后，我瘫坐在床上，满脑子都是女儿无辜可怜的眼神和妻子怒骂的影像。我抱头痛哭，扯过被子盖住头，自己躲在里面抽泣。哭是很累的，没一会儿，我便感觉浑身被倦意包裹。我想逃离，逃避这当下的现实，但每当我一闭上眼，脑海里妻子和女儿的身影就愈发清晰，一阵阵不停袭来的心悸提醒着我，痛苦才是现实，我永远无法逃避。正当我在痛苦中挣扎时，敲门声响起：“张哥，你在房间吗？”我是小林。听见小林的声音，我用手抹了把脸，深吸一口气，假装镇定打开了房门。怎么了，林子？张哥，对不起。小林边说边把头低下，仿佛在给我鞠躬。林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哥，我进门跟你说。小林回头看了眼老李和老钱所在的房间，推开我半掩的房门走了进来，然后轻轻把门带上。哥，我想了很久，这件事还是得告诉你，不然我憋在心里实在是不舒服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催他赶紧说。昨天我们刚到酒店的时候，李哥就来房间找钱哥，我那时正在卫生间上厕所，我听见他们俩商量着邀约人打牌，钱哥就嘱咐李哥一定要把你叫上，他之前好像看到过你银行卡上的余额，说你特别有钱，这次一定要想办法割你一刀。我突然想到上周部门开例会，我和老钱坐在会议室，他刚好坐我旁边，我手机习惯性放在会议桌上，好像当时正好来了条银行的短信，是某视频会员扣费的信息，我没太注意，瞥了一眼就没管了。短信里确实显示了我的银行卡余额。那昨天晚上，对，昨天晚上我看到他俩偷偷在桌子底下换牌了，他们俩挨着坐，刚好被桌子当着，好几次我都看见他们在桌子下面换牌。那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？我感觉血在往头上涌，没控制住，直接吼了出来。哥，你知道的，我刚入职，我怕我当时告诉你，他们以后给我小鞋穿。小林满脸写着委屈，说话的声音都小了下来。可我真没想到你最后会输了这么多。哥，你输了应该有10几万吧？都怪我应该悄悄告诉你的，我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狠，我感觉全身都在发抖，根本听不进小林后面说的话，我以为是自己运气不好，原来我是被人算计了。小林还在自顾说着什么，我一把推开他，拉开房门就往另一间房冲去，过道里充斥着他俩的说笑声。老钱，没想到啊，竟然搞了这么多钱，哈哈哈！你说不会被他发现吧？怕啥？就他那怂样，发现了又能怎么样？他有证据吗？再说了，我小舅子可是咱公司部门经理，他要是敢撕破脸，那这工作他也别想要了。那小子没想到平时在公司那穷酸样，我以为他是真穷，谁知道竟然偷偷攒了这么多钱。今晚我再约他，必须把他榨干。我走到房间门口，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怒火中烧，可步子却怎么也迈不开了，满腔的愤怒和不甘，此刻却被我懦弱的性格压了下去。我低着头站在房门口，捏着拳头，任凭自己全身发抖。我就是这样，生性懦弱，为人老实，从小就被同龄人欺负，但我不敢反抗，总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我不敢得罪别人，我怕事，我怕朋友瞧不起，我怕同事排挤，我怕被开除，我甚至连坐个地铁都怕自己如果不主动让座会遭人白眼。即使此刻明知自己被人算计，输了女儿救命的钱，但我依然懦弱的不敢多说一句话。老张，你站在门口干啥？是不是想翻本呀？哈哈哈！屋内传来老钱嘲讽的声音，他果真完全不怕我听到他们刚才的对话，言语中没有一丝愧疚。我没回应，转身朝楼梯间走去。我蹲在墙角，仰头靠在墙上，任由自己痛哭，但我不敢发出声音，生怕被人听到。还好老天给了我报仇的机会。傍晚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眼神空洞。老李吃完饭回来，见我在床上躺着，又提出邀约。走，老张，接着搞起来啊，越输越得搞，这样才能翻本吗？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四周叮铃铃的响声打断。紧接着楼道里一片嘈杂，砰，楼下传来巨大的爆炸声，震得窗户嗡嗡直响，墙体开始渗出股股浓烟，呛鼻的味道从四面八方涌来。着火了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我从床上跳起，看到
看到老李拉开房门准备冲出去，门刚打开，一股浓烟窜入房内，把他呛得连连咳嗽。这 TM 怎么着火了？老李被呛得直后退，用力把门一摔，堵住了浓烟。他环顾四周，惊慌失措，最后把目光锁定在阳台上。老张，老张，快帮我把床单抽出来，把被套撕开，拧成绳子系起来。我俩从窗户爬下去，说着他便开始动手。我迟疑了一下，也赶忙配合，把一节节床单被罩系紧的绳子从阳台放了下去，另一端固定在屋内。老李看都没看我一眼，抢先就抓着绳子开始往外爬。很快，他的头消失在了阳台上。我把头探出去，看见他还没爬下1米，楼下是一片水泥地。我嘴角不由自主地勾了一下，用手轻轻解开了绑在房内的绳扣。就这样，老李从5楼直接摔下。他运气不好，是脸掀着的地，我看不见他的表情，我只能看见趴在地上的他和渐渐晕开的鲜血。我强压着心中的兴奋，转头冲进卫生间，将毛巾打湿，捂住口鼻，匍匐着从房门爬出。整个走廊混乱一片，我看到不远处的老钱应该是吸入了几口浓烟，被呛得快失去了意识，整个人卧在墙根处，眼神迷离。我朝他爬了过去，看着他丑恶的脸，没有一丝犹豫。我屏住呼吸，用毛巾死死捂住他的口鼻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他的身体在最后时刻挣扎了2下，便彻底闭上了眼睛。我内心的兴奋到达了顶点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劲，3下5除2爬到了安全通道楼梯间。还好安全通道里没有浓烟，我赶忙起身朝楼下狂奔。跑到3楼时，我就看到了小林，他的腿估计是被人踩断了，此刻正在楼梯中间倚着栏杆不停喘息。他也看到了我，原本绝望的眼神中开始涌现希望。张哥，救救我！我快跑到他身边时，放慢了些脚步。正在我犹豫的间隙，身后突然冲出一个人影，一把推开他的头，从他身上跳了过去。小林的头被重重地砸在楼梯上，咚的一声闷响，紧接着又一个人从后面跳过来，直接踩在了他的脖颈处，咚又是一声，他的脖子被踩断了，眼球凸得快掉了出来，脑袋落在楼梯上，死死瞪着回头看他的我。我一直没有停下，哪怕经过小林身边时，也只是放慢了些速度。终于我逃了出来，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，他们3个都死了。就在我想欢呼雀跃时，一阵眩晕，我摔倒在地，失去了意识。等我醒来后，就躺在了这医院的床上，听妻子说，整个酒店都被烧没了，里面的人全都烧得焦黑。火灾的原因还在调查，但这次事故一共有10多人遇难，有的被活活烧死，有的急于逃生被摔死，有的因发生踩踏事故而死。医生让妻子和女儿回家给我收拾点换洗衣服，我还得在医院观察几天。等妻子和女儿离开后，我把头扭向窗外，此刻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天边，像极了出事那天的傍晚。微风从窗外吹入，在我的脸上一拂而过，这清凉的感觉让我触摸到这真实的世界。我静静欣赏着这美丽的晚霞，身后传来床板吱吱呀呀的响声，应该是旁边那位病友醒了。我转头想和他打个招呼，我看见穿着病服的小林正坐在身旁的床上看着我笑，他好像没有脖梗，头平平的搭在肩膀上，瞪大的双眼开始从眼角渗出红色的血。全文完，宝子们欢迎讨论剧情哦。